你们两个小儿便是刚才那人的徒弟啊？怎么，可是要闯阁？你上还是我上啊？你先吧。一般厉害的人不都最后上吗？要点脸！说话别太嚣张了呀！好快的剑！真是见了鬼了！第二层我来。这登天阁有16层，你能一气呵成地爬上来，你的徒弟们也可以啊。怎么可能呢？就凭他们那功法，14层最多了，再往上，可是要挨揍的。果然还是有点本事的，居然一口气上到了15层。不过，这从15层开始，便是守阁长老了呀。 奇怪，难不成是他们怕了？不要掉以轻心，我们先上去看看。哎，这层怎么有2个人啊？只许2小儿一同登阁，不许2个老家伙一同守阁。登天阁第15层守阁人骆风中。登天阁16层守阁人骆念瑟。既然你们2个一起上，那我们也就一起上。 克制，克制一点。再克制，雪月城的脸面都丢了。你说的也对呀，这师傅就算了，你说这徒弟接二连三的挑衅，确实不该忍啊。哎，2位老英雄成名多年，不会以大欺小吧？小兄弟，你混江湖多久了？ 回前辈，有些年头了。你既然说我跟这位好友成名已久，那你可知我2人的名头啊？糟了，刚才一时口快，江湖上并没有听过他俩的名字呀。司空传风，怎么了？麻烦了，这2位是隐姓埋名在此，用的是假名。完了。 反应过来了，你们纵使在外宣扬我们如何欺负于你，但是有谁知道我们俩是谁呢？这也太不要脸了吧！哎，既然来了总要打，废话就别说了。哎呀，着什么急呀？给他们一个说句话的机会。 架是一定要打的，但可不可以不打脸啊？可以呀。不是说好不打脸吗？临危不惧，大好儿郎啊！有多好？ 不怕，有本
本事打死我！怕不怕？不怕。司空上方。爸，是不是说怕就可以不打了？不可以！别急，这里有我。别问，我怕。可不可以让我带他休息一会儿？这个风中的功夫啊，太狠了。你放心，我跟他不一样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只用一根手指。一根手指？哎，我信你个鬼！看你们这也不行啊，要不把你们师傅叫出来帮帮忙？方才进去的就是我们师傅。这位兄台，麻烦帮我给他传句话。他叫南宫春水。别闹了，师傅他根本就不会来帮我们的。让他来看我们笑话还差不多。不是的，是我要告诉他，你给我等着！好，里面那个叫南宫春水的，给我听着！我的这两个徒弟啊，终究还是，你给我等着！百里东君啊，百里东君，罢了，就让他们被打死吧。被那两位这么折磨，可真的会死的。这两人既然敢这么嚣张，就说明离死还远。哎，不如我也回一句，就说你不是自诩读书人吗？读书人嘛，就是要打嘴仗。我来句文雅一点的，不如之后就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吧。啊！昨晚我就不该叫他，这糟老头子。你们的朋友来看你们了。尹师侄，你怎么来了？幸亏你不用打，那几个老家伙太不是人了。我来给你们送些伤药。哦，对了，先生说，若是你们打不过登天阁16层，就让你们滚。而且以后也别叫他师傅了。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？那能怎么办呢？能怎么办啊？那就打呗。疼。那我轻点儿。刨去妹妹的身份与你想要做的事，也刨去那些冷冰冰的权术筹谋，
你喜欢这个百里东君？我没想过这个问题。那就现在好好想想。阿姐，他你笑了？哎，呀，怎么还脸红了？你喜欢他呀？我应该是有些喜欢的吧。哎，你说，这同样都是师叔，怎么你只配我给你上药啊？羡慕羡慕？哼，当年我练枪受伤的时候，那可是教坊最美的女人给我上的药，这有什么好羡慕的？你笑什么？你别不信啊！我说的是真的。哎，你走什么啊？我说的真的是真的呀！哎。百里东君，你还睡不睡了？我睡不着啊。哎，有什么事儿跟我说说，我就当舍睡陪君子了。哎，司空长风，说来我们认识这么久了，还没聊过彼此的过往呢。你可还记得我的自白？来也空空，去也空空，故为司空。也愿化作长风，一去不归。所以你叫司空长风。是啊，这就是我想象中的一生。提着一杆枪，骑着一匹马，游荡在这世间，最后啊，醉死在一间寺庙前头。去也空空。这也是我的前半生，来也空空。哎，你还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吗？我曾经跟你说过，我失了忆。我开始有意识的时候呢，是从一间破庙中醒来。当时啊，我就觉得自己饥肠辘辘的，于是便摸爬着走上了街去。可是身上呢，一个铜板都没有，只能看着别人吃东西，干瞪眼。后来呢，有一个穿着破破烂烂的少年，他给了我一张饼。他问我叫什么，我说不知道。于是，他便让我跟着他混。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几岁，只记得那少年啊，跟我一般高。他说自己13岁，于是，我也便当自己是13岁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叫司空长风。别这个表情看着我，显得我怪可怜的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其实啊，我觉得自己没什么好惨的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这不是挺开心的吗？好了，我说完了，说说你吧。我呀，我从小就不喜欢习武，喜欢酿酒，然后就拜了酿酒术天下第一的古尘师傅。后来，古尘师傅死了，将西楚剑歌传给了我。从那以后，我便下定决心要好好习武，随后就拜了武功天下第一的李先生为师。你这是在炫耀？没有，我只是……好了，我就是开个玩笑。你只是真的这么顺遂？是啊，现在我好像唯一没有实现的，就是娶仙子姐姐过门了。可是，我现在怎么了？
百里东君，我还是第一次这么完整的听你说这些事情。哎，你这关不好过呀。也不是，若是想通了，便也能过。长风，我忽有感悟，走，陪我过上几招。啊？就是方才那种感觉。唐门之中，观师父散功一战之后，心中一直有股真气不散。方才终于找到了那股气，再来。好啊，你们俩打得尽兴，也带我一个。打个屁！来吧！好漂亮的一剑！这一剑，谁教给你的？长风，我不是和你说我忽有感悟吗？于是我便再悟，就悟出了这一剑。剑名呢？这一剑名为相思。百里东君，闯过登天阁之后，你最想干什么？我还真没想过。硬要说的话，我或许想进那上官城里好好睡上一觉。我们痛痛快快喝场酒。好。弟弟啊，这么关心我这2位徒弟啊？是你？你什么你啊？叫姐夫。哼，滚！哎呀，动什么刀嘛？啊？哼，上次见到你，还是个这么高的毛头小子，吵着闹着说要练刀法，但是家里非逼你练剑，这把刀还是我送给你的，这么大的恩情都不记得了？你怎么知道？难道真是你？可你怎么……说来话长，干脆就不说。啊，其实我上次骗你的，这混元刀法呀，配着混元功确实不错，但是鲍一并没有更强，却会更浪漫。你真的很无聊。我说你们怎么天天来这儿找打，还没被打够啊？当然够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让你们一挨一顿打。怎么样？觉得我这2位徒弟这次能闯城吗？你看不就知道了，应该不会让你失望。哼，这2个臭小子还真不错。尹师侄，一个人喝酒，是不是有点孤单啊？百里师叔，夜里这样对女子说话，很容易被认为是登徒子的。怎么会？我看话本上说，月下相逢，墙头马上，是很浪漫的。料想尹师侄这里也没有什么好酒，毕竟没有人比师叔我更会酿酒了，所以便给你备了些好酒。哇，这么大方！
不愧是我的百里师叔。百里师叔，那你后来是怎么赢的？因为一些机缘，我自创了一剑。机缘？嗯。什么样的机缘？那既然他俩这么像，若不是替身，那是什么？人有相似，但感觉却是不同的。对仙子姐姐的惊鸿一瞥，那一瞬间的心动，自然是真的；而与尹世直的朝夕相处，共同拥有的记忆，对他产生的喜欢也是真的。如果非要有个比较，那仙子姐姐就像是海中的明月，而尹世直，他便是人间的烟火。海中明月，我自然是很喜欢的。若说可望不可及，也并非如此。纵剑踏海而去，也可邀月九天。曾经的我，渴望被明月的光辉照耀，而如今我却觉得，月圆月缺，日升日落，怎样都好。只要人间的烟火在我身边，我们一起，每天开开心心的便好。百里师叔，百里师叔，什么机缘啊？这个嘛，好吧，赢了就好，赢下这登天阁，你也算是一流的高手了。以后啊，那就算是名扬天下了。那你是不是就能去见你心心念念的仙子姐姐了？见，当然要见，不光要见，还要好好的见。怎么了，尹世直？今夜月色正好，趁着月色，赶紧喝酒才是啊。吹得不错，颇有相思之情。哎，怎么想你的良人呢？师傅，你怎么知道？哼，也是，这世上就没有师傅不知道的事。他呀，他也不算是我的良人，我们也就见过2次面，是我上次对他动了私心，而他好像对我没什么想法。不过我们既然已经见了2次面，或许什么时候可以见第3次？3次相见，总可以说一些憋在心底的话。就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听了。师傅，都是些小事，让你见笑了。杨柳依依，儿女情长，这可都是大事。所以你打算什么时候见这第3面？我也不知道，或许等我再闯荡江湖，等我把这个枪法磨砺得足够强的时候，足够有底气站在他面前的时候。志向不错，磨砺枪法怎么磨砺啊？
啊，这就靠你80还是90的追须枪啊？可我只会追须枪。只会追须枪？对啊。你怎么不想想，你可是有个天下第一的师傅呀？对啊，师傅，难道你会剩下几式的追须枪？怎么还想着追须枪？你都拜天下第一为师了，怎么不想想更高级的招数啊？更高级？就比如什么？哼，金龙变。金龙变。金龙变，没有龙怎么行啊？看清楚了吗？一共33式，除了最后那一招化龙，都看清了。最后一招是幻术，不是枪法，能看清就有鬼了。不过看得清跟学得会可是两码事儿，不然跟别人打一架，人家就把你的招数学去了，这哪行啊？我跟你师娘要去云游天下，没有时间在这一招一式的陪你练了。不过按你的天赋，应该也不需要我来教了吧？拿去，自己练。多谢师傅。你呀，应该算是我徒弟中最幸运的。师傅何出此言？我的剑法是天下第一，刀法是天下第一，这拳法和掌法呢，应该也算是天下第一。唯独这枪法，我还真算不上什么。这百里东君和萧若风，刀剑耍得再好，又岂能超过我？但是你不一样，你若成了枪仙，那可就是天下间独一无二的枪仙。师傅，可真是高看我了。嘿，这可不是高看。百里东君出身名门，萧若风出身皇室，叶鼎之乃名将之后。唯独你一介浪人，生于天地间，以天地为家，却能与他们并肩。你敢说这不厉害？别让我失望。下次再见面时，我可是要喝你的喜酒。15年前，北阙西楚接连遭北黎所灭，疆土纳入北黎之治。北阙有部分移民北上，于冰原之外重建势力，意图复国。而西楚故民则彻底融入北黎。昔日的西楚大族燕家，更是经过多年经营，成为了北黎西南道最强大的两派势力之一，和出自北黎的世家顾氏分庭抗礼。直至太和15年，顾家家主顾洛离暴毙巴别城，西南道魁首之争终于拉开序幕。燕家家主燕别天趁顾家无主，强行欲与顾家二公子顾剑门联姻。风雨欲来，各方势力蠢蠢欲动。
二公子，方才午夜派人来说，为避免燕家不满，让我们把府内的白帆都给换成红绸，实在是欺人太甚。难道我们真要这般，任由他们宰割吗？少师兄长请人为我批命，命书上说我一生壮志，空负凌云，死而不得其所。公子，公子，这把剑吗？这是我去天启那年，兄长赠予我的。他让我拿着这把剑，闯过学堂大考，不负凌云。从此以后，这便是我唯一的剑。你问我是否就这样任人宰割？剑门16路天启，纵马扬鞭，踏遍19画洞，万斩秋露白衣最飞天。我此生最不怕的就是拔剑，最不信的就是命。燕家在此时联姻，意图吞并我顾家，简直可笑。既然他们觉得白帆不齐，想要红绸，那就让鲜血染尽这些白帆吧。我可是狂徒啊！怎么会这样啊？不是说柴桑城很繁华的吗？来了13天，一个客人都没有。我好歹也是钱东城小霸王，可会来这倒霉地方受罪。大哥，进来喝一杯。不收你钱，就当交个朋友。不交就不交，脾气这么差，给我来10斤肉。起开！别挡着我看我家小西施。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酒壮怂人胆。你看再酒也只是看，要是喝了我的酒，你就敢过去了。滚！得嘞。这要是在钱东城，我一把火烧了你的油铺。少年郎，怎么不来和我搭话呀？
不必了，不必了。哎，起床了，宋长风。宋长风，嘿，个懒骨头，哪有店小二起的比掌柜的还晚的呀？你说也是奇怪啊，这柴桑城不是西南道的第1大城吗？怎么自从我来了以后，这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？而且我遇到的人吧，也都奇奇怪怪的，你不觉得吗？来客人了。东归，不错，东归。看你们像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，东归这名字好啊，很配你们。进来喝一杯。小二？什么小二啊？我可是老板。老板？小老板看着年纪不大，生意倒是做得挺大呀。生意大不大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酒好不好。小老板很是自信呢。那是自然，酒好不好骗不了人，一喝便知。不过若是你们觉得不好喝，那就回家换个舌头吧。大胆！看这天似乎又要下雨了，既然已经来到了这儿，不如进去喝一杯，歇歇脚。走。哎，我的酒可不是随便歇歇脚就能喝的酒。愿意细品。来，客官便请。我这儿也没什么客人，今儿你们是第一个，请吧。不是已经有一人了吗？他可不是什么客人，他属这儿的店小二。小二。桑洛、新风、茱萸、松劳、长安、屠苏、元正、桂花、杜康、须臾、生文、般若，一共12盏，一盏20两。你知道整个西南道最好的酒馆蓝玉轩里的月落白卖多少钱吗？一盏18两。我的酒比它好喝一点，所以我卖20两。你都要了，爽快，请吧。小老板，既然没事，一起过来喝一杯酒吧。那我便不推辞了。不知小老板怎么称呼？我姓白，叫白东君。东君科佩生烂山，青玉过时拂柳端。好名字。也有人这样叫过我的名字。来，喝酒。长安久未绵长，醉以雨天来饮。各位今日不饮的话，可惜了。要这话。元正澄澈甘香，最是远行归客。各位奔波而来，饮一杯正好。这也不好，那也可惜。敢问小老板能喝什么酒？那就
那就须臾吧。须臾一念，有的时候，命运的改变，往往就在须臾之间。小老板，这杯我便先饮了。如何如何？我这酒足以名扬天下。确实是好酒，在我此生喝过的酒里，可排前5。第5？那你告诉我，第1是什么呀？天启城，碉楼小筑，秋露白。秋露白。自以为好酒只能品1味，而碉楼小筑的秋露白，却能品出3味。那我若酿出一壶酒，胜过秋露白，足以名扬天下。小老板若有机会去天启，可以一试。怕是没这个机会喽。我家人是不会让我回天启的。哦，回？真是好酒啊！我可真是个酿酒的天才啊！诸位，不饮一杯吗？这元正确实清爽回甘，确实不错哈。那边那位店小二，请你喝杯酒吧。来找事的。啊，有酒就行了。是元正，好酒。不够。嘿，你个赔钱货，别打了我的酒！我的酒！果然又是来闹事的。追须强啊！你这家伙，都说了不让你打，你还打，你个赔钱货！注意客官，我家店小二就是个江湖浪人，不懂礼数，莫怪莫怪。看来这个雨一时半刻是停不了，但有些事却耽误不得。小老板，今天这酒便饮到这儿了，告辞。学正，饭什么带呢？走了。这里面啊，还有一个人，我闻出来了。闻？你闻香？女人？身体可有好寿钱？兄长，不碍事的。那酒肆到底什么底细啊？里面有个小老板，年纪不大，应当不会武功。他旁边的小二倒是会些功夫，但也不算太强。不过，这些现在都不重要了。为避免节外生枝，我会派魁正和学正将他们抹除。没想到啊，掌柜的，年纪轻轻，这么好色。
我清清白白的，你可别乱说，坏我名声。不过是那熏香，我娘借用我。我早在1个月前就已派人控制了整个龙首界，唯有这间屋子，我摸不着底细。原以为只是一间实实在在的无主之宅，没想到临到关头，人出现了，还开了一间酒肆。尝尝，是好酒。人嘛，也算挺有意思的。还问我这酒能不能名扬天下？桑露，柴桑远路，好名字。也确实是好酒。只可惜，这名扬天下，他怕是等不到。西南道近日有一件大事，而且是个大喜事。按照我的计划，以我这一手酿酒术，可以先成为柴桑城的第1酿酒师，顺理成章的受邀为西南道第1大喜事备酒。到时候前来观礼的各路英豪都可以喝到我酿的酒。如此一来，等等，什么大喜事啊？你不知道？当然是西南道侄女儿的顾家和老二燕家联姻的大喜事啊！白同学，别没大没小的，叫掌柜的。其实从一开始，我就觉得这条街道有些古怪。我只不过是贪图你的美酒，便留了下来。可现在有些后悔了，我应该早早就走才是。你什么意思呀？我们意外卷入了顾燕两家的斗争之中。不止他们，还有刚才那一队人也是。我浪迹江湖这么多年，这点嗅觉还是有的。那你嗅一嗅，他们为的是什么呀？方才你不是说顾家和燕家要联姻吗？可这顾家大公子前些日子忽然暴毙，如果这门喜事是真的，那这喜事太蹊跷了。这人都死了，还结什么亲啊？顾家还有一位公子，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首诗？风华难测清歌雅，琢墨多言凌云狂。柳月绝代莫尘愁，清香有才留无名。这也太不押韵了吧！哎呀，这是白小堂发布的公子榜，只不在押韵，而在贴切。讲的呢，是我北离的8位绝世英才：城府极深的风华公子，风雅精致的清歌公子，一口3舌的琢墨公子，狂傲自私的凌云公子，容貌绝代的柳月公子，面如黑炭的墨尘公子，才华绝世的清相公子，以及空缺暂留的无名公子。那这和柴桑城还有顾家又有什么关系啊？这凌云公子啊，姓顾，所以说顾家的这场联姻，新郎官就是凌云公子顾剑门。凌云公子，这听着便是奇妙啊！走，走哪儿啊？去顾府，邀顾剑门来喝酒啊！凌云之气一飞冲天，听着便会是个了不得的大人物。等他喝了我的酒，去外面吹一吹，我名扬天下指日可待。好，可别走。你不是要带我去顾府吗？怎么像是去做贼？你信不信光明正大的走，连这条龙首街都出不去？哎，没想到你这个赔钱货，
懂得还挺多嘛。那是自然，混迹江湖这么多年，要是这点心思都没有，早就埋在下面了。走吧。怎么了？有人。司空长风，快看，这天怎么突然黑了？嘘。公子，这天色……站住！是来自暗河的贵客吧？苏黎，不可造次。贵客临门，要一起喝一杯吗？多谢公子，但还是不必了。贵客是信不过我顾剑门吗？如果北离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暗河相信的人的话，那便一定是公子了。谁人不知，这暗河是江湖上人人闻风丧胆的存在。只要有暗河出现的地方，必定会充满杀戮与死亡。像你们这样的刺客恶鬼，也需要朋友吗？公子言重了，就算是刺客，也需要朋友啊。就像我们暗河选中了公子，是认为公子有些事儿可以帮到我们，而我们也可以帮公子做一些事情，一些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暗河口中的朋友，就是这般利益关系。这样不是更可靠吗？公子本应有许多朋友，可现在他们都去哪里了？他们在哪里不重要。公子的兄长，他本无真凶之心，却依然死在了巴别城，死在了离故乡300里之外。公子，你的敌人容不下你，更容不下你的兄长。敌人的刀已经拿起来了，而我们暗河会派最精锐的杀手来此，帮助凌云公子，让他们燕家有来无回。兄长如我父，此仇我誓死必报，但不需要靠暗河来报。
剑月雪，据说这把剑奇刃之锋，可斩断空中雪线。公子是要杀了我呀？暗河想在西南道立足，就不打算拿出点诚意来吗？来，让我看到你的诚意来。好。好。细刃纷纷，必杀之时倾泻而下，宛如沐雨。你分明是暗河中凶厉的刺客，可你的剑里却有着剑客才有的剑意。公子从一开始便没打算跟我们合作，为什么又逼我用出最后的杀招？如果我说是因为我兄长死了，可我却还被困在此处无法离开，所以很想找人结结实实的打一架，那你的剑是不是就要刺下来了？公子若考虑清楚，可去青松客栈寻我，我会在那里等公子7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本不应该有名字，但我愿告诉公子我的名字。我叫苏沐雨。公子再见。公子，他暗河3家中，穆家极擅长此等诡道秘术。苏沐雨来到这柴桑城，必然不会是一个人。这墙外，必定还会有穆家的人为他护阵。就连这突如其来的黑天，亦是他们的手笔。至于这些秘术，你想不通的，便不用去想了。那他刚才说的是，暗河不请自来，背后图谋令人胆寒。我们的敌人，只是人世中的凶徒。可来做交易的，却是地狱里的恶鬼啊！那鬼应该走远了吧？奇哉奇哉，这天怎么又亮了？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咱们先离开这儿吧。走。你们2个看到了什么？十三鬼，他们可在这里等了许久了呢。我们什么都没看到啊。走吧。
离开这里，最好离开这座城。这三拐，还不快走！多谢。吓死人了，吓死人了！我不过是偷偷跑出来开个酒肆，清清白白的卖我的酒，差点连性命都没了。你说我有没有点天理了？掌柜的，不是吧？那是东家起火，西家冒烟啊！啥？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啊！小老板，怎么才回来？这是去哪儿了？我还要跟你买酒呢。哎，实在不巧啊，酒都卖光了，改日吧。改日？改日可就没有机会了。没机会的是你。哎，看来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，今日必有一战了。掌柜的，找个地方躲好了。司空长风，你小心。哎。之辈，报上名来！哼，巧了，我还真是无名之辈。我从小未见过父母，吃百家饭长大，睡破寺庙而活，未曾有过姓氏，更无人给过姓名。不过生来空空，去也空空，也是不错。我给自己取姓司空，也愿化作长风，一去不归。叫司空长风。哟，原来这才是正主啊！原来你们是一伙的。我们素昧平生又毫无过节，我还给你们喝了一盏我的好酒，你们为什么杀我？总不能是嫌我的酒太贵了吧？怪就怪你开店选错了地方吧？儿戏了吧？生命是很珍贵的东西，每个人都只有一次，我们并没有权利随意的去剥夺别人的生命啊！白痴！你说什么？掌柜的，你还没听明白吗？顾府已经被这帮家伙包围了，咱们按着他们的事儿了。说你白痴没错，你竟然想着和这样子的人讲道理。喂，屠夫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，如果我们现在离开，能放过我们吗？不能。那就不废话了，打吧！生遭官法，死见阎罗。你是金口阎罗严千岁。掌柜的，
你先跑！我千里迢迢的跑过来开酒肆，也不是没有准备的。你快跑啊！少年郎，去哪儿啊？你躲什么呀？是姐姐不够美吗？当然不够。你想去哪儿啊？去那儿。你怎么还没跑？你找我上面。倒是小看小老板了，没想到你武功平平，轻功倒是不错。只是想从我这里过，就这几步，还不够哟。这样吧，姐姐看少年郎生得俊俏，也不忍斩尽杀绝，不如把我们放了。说什么玩笑话？不如你们两个活一个，死一个吧，怎么样？商量一下，谁死谁活？白同君，我知道，不过是萍水相逢。你我的交情，在方才那一战中也用完了。我理解。什么？我话都没说完，你理解什么了？你理解？啊？我还有最后一枪，这一枪之下，前面这个一定会死，但我也不一定能活。你尽力自保，如果我能活下来，我就带你冲出去。你有几成把握？1成。1成的把握，你还有脸说的这么信誓旦旦？不过是将死之人，拼一拼罢了。司空长风，如过了今天，我俩还有命活，我再告诉你。死什么呀？不死。徐正，真是个难听的名字呀。重新认识一下吧，我姓雷。雷？哪个雷？雷家宝的雷？哎，也可以这么说。虽然雷家宝并不喜欢我这个不听话的子孙吧，但我还是认这个家的。你是楚墨多言雷梦莎？